22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4号至26号访华。这是布林肯不到1年时间里第2次访问中国，紧接在财政部长耶伦之后。然而，就在此时，美国仍是小动作不断。美国众议院通过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包括迫使 TikTok 脱离其中国母公司等计划。该法案将于布林肯访华期间在美参议院投票表决。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布林肯此行将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与中方高级官员会见，有3个主要目标：第一，在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第二，明确直接地传达对双边、区域以及全球性议题的关切；第三，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免导致误判或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布林肯将阐述中美双方在重启禁毒合作、军事通信、人工智能发展及加强人民间联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强调在中美两国存在分歧的领域，所谓负责任的管理竞争的重要性。Secretary Blinken is making this trip because of th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Biden in San Francisco.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lots of problems. 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此次布林肯将携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利兹·艾伦，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托德·罗宾逊，以及美国国务院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巡回大使纳萨尼尔·菲克一同访华。这些人中，康达已于4月14号至16号来过中国。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康达一行从时间及安排上来看，有为布林肯访华打前站的意味。实际上是布林肯认为耶伦过来更多的谈的是一些经济议题，而对于这些外交，比如说地缘政治方面的议题，并没有着重的去强调，所以他希望他过来呢，更多的是谈一下。深圳卫视注意到，政要访华前祭出各种小动作，已是美方惯用伎俩。布林肯到访前，就有美国主流媒体引述国务院高官放话称，布林肯此行或重点讨论台湾问题，并鼓吹所谓美国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长期利益。美媒还透露，美方将派遣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出席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代表团包括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有岛内舆论直言，对于美方而言，现在不是谈论台海问题的合适时机。布林肯访问大陆，其实就是在接下来这几天嘛，那我觉得其实他也不是去跟北京在谈赖清德，因为不会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时间点还没到。不仅如此，布林肯第2次访华行程还刚好与美国参议院推进对外援助法案的投票进程重合。美国众议院20号投票通过一项总计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包括迫使 TikTok 脱离其中国母公司等几方面计划。美国众议院目前正将一揽子法案提交给参议院，后者最早可能于当地时间4月23号下午进行相关投票。彭博社报道指出，因为法案的内容此前已经和美国白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商量过，普遍预计下周末前可以获得通过。美国总统拜登已表示他将签署该法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众议院3月就曾通过一项类似涉 TikTok 法案，但随后在参议院似无进展。据悉，最新通过的法案与众议院上月通过版本有2点不同之处。首先要求 TikTok 剥离字节跳动的期限由6个月延至9个月。其次，若是期间谈判出售有进展，则更可延长3个月。这意味着把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最长期限或可延长大约1年，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后。TikTok's not going away before November. Well, here is the. So that means it's an active here threat. Is this. There is plenty of creativity on TikTok. There are people that make their living off of TikTok as social influencers. I don't want that to go away. 现在他把半年的时间延长到1年，更多的其实他也是在有意的去避开大选这个节点，因为法案如果说在下周或者近期通过的话，很可能会影响他年轻选民对于当前执政党的一个反对，所以我把这个时间，也就是那个痛感，让你来得更慢一点，等1年之后，这个事才需要进行集中的解决，规避了
大选前的这种年轻选民对当前的执政党的不满意。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举措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面对选举压力，拜登想在对华政策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他将所谓稳定的两国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一大政绩。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又不断从自身偏狭的选举利益出发，为了锁定关键选票，不断在涉华问题上炒作生事，甚至不惜损害中美之间的一些共同利益。而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除了会破坏两国互信，最终也将损及美国自身利益。They're trying to ban the most popular app in the world. I don't recognize how insidious this is. It is definitely scary. For some, a ban could spell lost revenue. 环球时报21号发表题为《布林肯访华前，我们先给美方打个预防针》的社评指，在与美打交道的过程中，中方的交往原则、底线、红线一直都相当清晰，是摆在台面上的。中方乐于通过对话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但同时，中国人最讲究礼尚往来，对话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美方不能一方面处心积虑遏制打压中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在他有需要的议题上支持配合。And so the disengagement also cannot be eas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an attempt is being made to sort of triangulate the relationship in a manner that the rivalry and the competition can be handled in a better manner. Antony Blinken, it's important visit, obviously, and of the larger plan of the United States engaging with China in a manner that the frostiness that can be handled in a better manner.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19号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应邀与该校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埃利森举行炉边谈话时强调，对话合作必须相互尊重、双向互惠，只顾自身诉求，不管对方关切，合作怎么持续下去呢？谢锋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同样拿出实际行动，将两国元首涉及中方关切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两国元首同意就明确国家安全边界进行磋商，双方也确实开启了磋商，但半年过去了，尚未取得实质进展。美方虽然原则同意磋商，但不愿深入谈具体的边界，逼急了没办法了就来一句国家安全不可谈判，这种态度明显不负责任。从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到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美都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和互利合作空间。双方应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让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指出，存在分歧不可怕，关键是管控好分歧，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他形容，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越过红线，就是在悬崖边高速飙车，很难避免跌落深渊。反问，如果美方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即使设置再多护栏，又怎能为两国关系兜底？ 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U.S. relations. The so-called Taiwan independence is a dead end, and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the red line that should not be crossed.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flashpoints must be diffused.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下午官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王毅邀请，周三起访华3天。那您对此访有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美方高度重视，境外媒体舆论呢也是高度关注的一次访问。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与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贝沙兰刚刚结束访华，很明显，康达一行就是为布林肯任内再度访华来打前站，而他本人呢也在此出现在布林肯的随访名单中。美方已经在上周末提前官宣了布林肯的访问行程与随行名单，并且呢由国务院高官向媒体做了专门的吹风。美联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就强调，布林肯成为继耶伦之后又一位近期访华的高官，试图呢进一步来稳定双边关系。美国 CNN 电视台昨天的报道标题也特别指出，布林肯在全球动荡加剧之际访华。此前呢，布林肯与王毅通电话，主要呢就是在讨论中东局势。
目前俄乌战争仍然在延续，而以色列与伊朗相互报复性攻击会不会全面失控升级，这呢也是关乎中东局势走向的最大的不确定性。上周末在意大利参加 G7 外长会期间，布林肯已经在为访华行程在提前造势了。他抛出所谓不能两头讨好的这种论调，试图来向中方施压，胁迫选边站队。布林肯就声称说，中方不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那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完全无视并且抹黑扭曲中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持续劝和促谈的建设性的努力。当然了，布林肯在欧洲说这样一番重话，也是要挑动中欧关系，试图呢来利用欧洲的安全焦虑，在中欧之间打下楔子。他的底层逻辑简单粗暴，所谓非友即敌，绝无中间地带。与欧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你就不能和俄罗斯开展正常的经贸联系。那么你和俄罗斯进行互惠经济交易，那就等于是在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布林肯此前呢，在参加慕安会的一番表态，更是毫不掩饰的所谓丛林法则，令到全世界都哗然。你不在餐桌上，你就会落在餐盘里。在我看来所谓不能两头讨好论，其实呢也是餐桌与餐盘说的一个延续。只不过呢是降低了调门。布林肯在欧洲的这样一番表态，也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对华访问中，不排除宾主双方会就一些个特定的议题展开激烈交锋。那么在布林肯的访华行程中，中美可能会就哪些议题展开交锋呢？就中方而言，台湾问题从来都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美国在台协会 RIT 主席罗森伯格上周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一场在线讨论中呢，就承认说，几乎每次美中高级别的互动都会自然地提出台湾议题。之前在华盛顿在和布林肯会晤时，王毅就明确告诫，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那众所周知，美国对外援助的一揽子法案上周六刚刚在众议院通过，其中涉及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的投票表决呢，在4轮投票中，赞成的众议员数是最高的，投票反对者最少。那么法案所涉81亿美元军事安全援助的大项，主要是流向中国台湾地区，因此呢，被不少美国媒体直接简化为所谓的台湾条款。参议院最快明天会就所谓的合并版本来投票，那这通过是大概率的事件。那么这无疑是国会山在中美关系第一道红线问题上的挑动与操弄，构成中美关系的又一个严重事态。我昨天呢在节目中曾经分析，中方绝不会听之任之，会以最严肃的方式向美方再度警告，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相信也一定会当面向布林肯提出严正交涉。上周在匹兹堡，美国总统拜登以钢铁产业工人作为人肉背景墙，扬言呢要对中国进口钢铝产品大幅加征关税。联系到美方高官近来频频炒作所谓过剩产能议题，不断在向中方施压。白宫呢也罕有的再起所谓301贸易调查，涉华经贸议题可能会在美国大选年里在持续发酵，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主要的承压点。当然了，布林肯他主管的领域并不是经贸，但是呢，中方在和他会谈时一定会就自身发展权利做出有力的重申。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揽子法案中，还包括对 TikTok 强行剥离中资股东的条款。那么这就是明火执仗的强抢行动。正如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美国演讲时所发出的一个犀利追问：中国不赌美国输，但是呢，坚决反对以竞争来包装霸凌行径。美国有优势时就大谈自由市场，没有时就大搞保护主义，这还是公平竞争吗？相信在访华期间，布林肯一定会再次收到中方这样的主题信息。此外呢，美方近来全面推进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的涉华错误言行，拼凑美日菲这样的小圈子来强行搅局南海。今天规模空前的美菲肩并肩军演揭幕，
首次呢将军演区域外推到公海海域，美方也首次在菲律宾部署中岛，对美方大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和平稳定的布局与动作，中方呢势必也会向布林肯当面表达重要关切。那么美方又有哪些主要关切？布林肯此访重点关注哪些议程呢？美方高官在吹风会上就强调说，美中高强度的竞争需要高强度的外交。我想这两个高强度就意味着美方也在判定布林肯这一次访华行程，他的气氛并不轻松。事实上呢，谢峰大使也刚刚在美国抛出灵魂追问：中美之间的确有竞争，中国人不怕竞争，但是呢，必须要公平公正。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如果美方在台湾、在涉港、在涉疆、在涉藏、南海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那么即使设再多的护栏，又怎么能兜得住中美两国关系的底呢？从布林肯上周在G7外长会上的最新的发难，结合美西方媒体舆论近来频频在造势，人为炒作所谓俄乌冲突与中俄经贸关系的议程，那这势必会成为美方通过此访对华施压的一个最大焦点。今天美国 CNBC 电视台的报道用了这样一个扎眼标题：布林肯将会在访问中就中方支持俄军发出警告。美国现在甚至已经有议员在炮制这样一种奇葩言论了：如果乌克兰最终被俄罗斯击败，美国应该去问责中方。这所谓的警告与问责，当然就是简单粗暴的美式霸权逻辑。他把中俄正常的经贸关系等同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军援，也将中俄关系推向中欧关系的对立面。这就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当地时间22号，2024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奎纳尔多军营开幕。演习将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以外的所谓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项目包括模拟夺回被敌方占领的岛屿。中国外交部早前曾提醒菲方应清醒认识到，拉拢南海地区以外的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并煽动对抗，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菲律宾军方称，此次军演将持续到5月10号，参演士兵超过16700名，其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士兵。此外，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约100名法国海军人员以及菲律宾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也将参与演习。在开幕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肩并肩2024联演美方导演、美军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威廉·朱尼表示，联演旨在提高美菲两军的联合作战准备和互操作性。I mean, we're no longer focused on just sort of the small-scale unit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hey are fundamental, foundational, but we are now focused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自1991年肩并肩联合军演举行以来，今年是首次由法国军队派出一艘小型护卫舰与美菲军舰，以及首次加入演习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南海进行所谓的联合航行。这次演习被视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首次在菲方领海以外的海域举行军演。演习科目涉及海事安全、航空和导弹防御、导弹攻击及网络防御等方面。项目包括模拟夺回菲律宾最北端被敌方占领的岛屿。据报道，该演习地点位于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省西部，靠近中国台湾岛，其中最北端的雅米岛距离台湾仅约140公里。此外，在击沉演习部分，此次演习的击沉目标选定为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亚湖号。资料显示，卡里拉亚湖号原名为拉普拉普号，系中国浙江台州中兴造船厂建造，最初是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用于油料运输的船只。该船于2014年被捐赠给菲律宾海军，成为菲海军第一艘补给舰。后于2020年退役，可算是菲律宾唯一的中国造海军资产。但对于将其作为靶船并击沉，菲律宾军方坚称此举并非有意为之。
非武装部队发言人巴迪惹上校21号表示，肩并肩联合军演与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无关。他将这次军演称作是一项旨在加强防御能力和联盟的年度活动。他还明确表示，此次演习并未与任何特定国家的行动挂钩，它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参与国之间的集体安全和准备。美菲的这种南海军事演习规模日益的扩大，演习的科目呢日益的实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在南海的这种战略的需求，是一种在这个南海问题上遏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需求，而不是去回应菲律宾的所谓的南海的这种利益的需求。此次肩并肩联演还有另一个重点，后勤演习，包括测试空运美国海军标准6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可行性。外界注意到，这是标准6导弹近期第2次亮相美菲联演。本月11号，美国低风武器系统被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参与为期2周的歼盾24美菲陆军联合演习。此次是这套新型陆基导弹系统首次在第1岛链亮相，每个发射器配备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从现在公布的信息来看，此次美国陆军在菲律宾部署低风武器系统是美菲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演习结束后，导弹系统会运回美国本土，不会常态化部署在菲律宾。这次千里迢迢前往菲律宾参加演习，是为了验证该导弹系统远程战略机动部署能力，为以后机动部署积累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部署低风系统的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军事改革诞生的一种新作战力量。从编组和武器装备来看，多域特遣队是一支偏向于火力支援和信息支援作战的新型作战部队。相对于以往炮兵增加防空、反舰、网络攻击、电子战和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为了加强战略机动和战术机动能力，多域特遣队均可机动部署。此次美国陆军第1多域特遣部队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外界最为关注的是部署地点。吕宋岛北部就是巴士海峡，而该海峡是美国航母编队进入南海、中国海空力量前出岛链进入西太海域进行远海训练和演习的重要通道。美军演习中将多域特遣部队部署于此，很明显就是为了演练未来可能介入台海局势。暨南大学南海舆情实验室副主任林凯成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在台海方向上对菲律宾的需求要远远大于菲律宾在南海方向上对美国的需求，所以美菲在南海问题上的联动和战略协调，以及军事安全合作的加深，实际上是让菲律宾成为美国打造的南海、台海和东海3海联动的一个棋子。一方面，菲律宾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菲律宾也有主动施为的迹象。比如，有非国会议员就效仿美方窜访台湾地区进行勾连活动，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实际上也在给我们释放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从战略上来讲，我们可能要把菲律宾也作为我们台海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南海战略方向的一个战略的对象啊。但是这样的一种联动，对于菲律宾来讲，从效益的评估上来讲，肯定是必要大于利的。而美军另一主要军种海军陆战队也有一支新型作战力量，就是2022年首次建立的滨海作战团。成军仅数周时间，首支滨海作战团就亮相当年的美菲肩并肩联演，与1艘船坞登陆舰、1艘远征基地舰和1艘菲律宾护卫舰组成加强版远征火力打击大队，联合陆基远程火力、舰载导弹和空基打击力量，为远征前出基地作战等新作战概念试水。美海军陆战队共计划打造3个滨海作战团，全部部署于亚太地区。首个滨海作战团已于2022年3月依托第3海军陆战团成立，部署在夏威夷。去年11月，美海军陆战队把驻日本冲绳、以火炮为中心的第12陆战团改编为第12滨海团，作为第2支成军的滨海作战团，预计将在冲绳西南部的岛屿上开展行动。
对于未来第3支滨海作战团的组建，早前有报道指可能会部署在关岛。海军战略专家史长勇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出，随着美菲军事合作的升温，特别是在美军加紧在菲律宾面向中国台湾岛的方向上投入兵力并加强建设，不能排除滨海作战团未来部署菲律宾的可能。因为菲律宾非常符合该新型作战单位底前部署对手国海岸线，通过岛礁控制海域以及重要水道的作战概念。一旦未来这种部署成真，第一岛链又将成为美军围堵中国的前沿。特别是菲律宾和日本一南一北对台湾岛形成夹击之势，会让美国介入台海更加便利，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除了要做好各种军事方面的准备外，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加以应对。在外交手段上，我们还要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对话，包括我们通过一些类似于这个博鳌亚洲论坛、西太平洋这个海军论坛等等这样的国际的对话机制，充分的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来分化瓦解他们的联盟，不能让这些国家最终和一些域外大国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变成我们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我们在维护南海海上方向安全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阻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军高层都缺席了此次在中国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日本海上幕僚长酒井良是因为2架海上自卫队直升机20号晚发生坠机，而临时取消了访华行程。正在青岛召开的第19届西太平洋论坛，共有29个国家高级代表团，180余名外方代表参加，其中20个国家海上防务部门主要领导人参加。菲律宾是西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国之一，不过菲律宾今年没有派出代表参会。中国海军研究院梁威大校22号对媒体回应说，中国作为本届年会的主办国，向所有论坛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发出邀请，并不清楚菲律宾没有来参会的具体原因。但是我相信，在参会的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共同努力下，本届年会一定会为增进海上安全合作增进我们成员国、观察员国的相互理解、信任注入很多正能量取得很多成果。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9届年会22号在山东青岛开幕，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并致辞。他在15分钟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不惹事，也绝不怕事。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利益。这次是中国海军继2014年后再次承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共有来自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参会。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张又侠在讲话中说，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青岛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建设和平、繁荣、美丽的海洋提供了战略引领和中国方案。中方将继续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投身国际军事合作，谱写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新篇章。本届论坛年会以命运与共的海洋为主题，将讨论表决论坛章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灾害响应指南、无人系统等议题举行高层研讨会。多国海军领导人围绕全球安全倡议与海洋和平安宁等3个分议题讨论发言。多位参会的外方高级将领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在海洋议题上合作的重要指南。I think it's a great theme. We all share an interest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oceans are open to all and that they contribute to global prosperity. Và cái chủ đề đại dương mang tính chiến lược và bao trùm, và tôi hy vọng và tin tưởng là Hải quân Trung Quốc sẽ cùng với các nước trong thế giới và khu vực đóng góp vào hòa bình, ổn định và thịnh vượng của。此次年会将讨论表决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备受外界关注。10年前，在中国海军首次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中国海军主导推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成功落地，为各国海军舰机意外相遇时提供了可靠的安全措施和手段。规则通过以来，中国海军长期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结合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动规则修订完善。孟加拉国海军参谋长纳兹莫尔上将对深圳卫视表示，
规则对于解决各国海军海上事务问题有很好的指导作用。This very platform will be a step forward for all the participating navies of 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 and also the observer navies to take this discussion forward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build a better and peaceful future. 有关无人系统的讨论也是此次西太海军论坛的热门话题。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英国皇家海军参谋长本杰明基上将对深圳卫视表示，无人系统作为新事物，各国有必要在论坛上讨论共同的标准和规则。I think everything that is on the agenda over the next 2 days is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One of the strengths of WPNS is that it is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so it means that we can have good discussion around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And the fact that we have so many chiefs of navy here from across the region and further afield,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pics of discussion.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地区性海军合作机制平台。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论坛已有23个成员国、7个观察员国，逐步从讨论一般海上安全问题，向具有主导地区海军专业合作和制定海上行动规则功能的方向发展，已成为西太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机制性海军论坛。中国是论坛创始成员国，始终秉持包容、平等、合作的原则理念，建设性地参与论坛事务。WPNS provid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and the platform to project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ell the people that we should not compete at the oceans, so our future generations can benefit from the resources of the ocean. Those are in abundance. I'm looking forward for some positive discussion during this symposium, and as per the theme of this symposium, and let's see that our leaders agree on some pragmatic rules for equal and fair use of oceans by all nations.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派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在美菲进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挑起区域冲突时，解放军举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推动和平。那对此您有哪些观察呢？主持人好，2年一度的西太平洋论坛今天呢在中国青岛举行，主题呢是命运与共的海洋，29国的海军代表到场。很显然，中国举办的这届海军论坛释放了3重信号。第一呢是加强军事互动和交流，包括与美军的交流。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呢也到场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致辞中说，各国军队呢要积极的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合作，主动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为协力保障海洋事业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海洋不应是各国炫耀武力、推行炮舰外交的竞技场。这一句话呢被海外媒体广泛的引用。第二是当着这么多国家的面呢，向美国等干预他国内政、制造区域冲突的行动予以严厉的警告，特别强调了2件事：一是台湾问题，说中国呀无意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但这领土主权不容侵犯，核心利益不容挑战。美国众议员刚刚通过对外国援助法案中，其中有一项呢就涉及到对台军事援助，中国军方呢显然是有所指的。二是南海问题。中国呀，一贯坚持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解决海上争端，但不容许善意被滥用，不接受国际法被歪曲，对蓄意侵权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将坚决据理反制。这个志向很明确，就是针对美日菲的。这3国呢，刚刚举行过领导人会晤，今天呢还举行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国呢是不要区外国家来瞎掺和的。第3呢是展示军力，举行海军论坛。中国海军的多艘舰艇就摆在那儿，还向外媒开放了神秘的潜艇学院，这呢也是展示军力的一种方式。解放军呢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外界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军队，从而呢增强合作，守护和平，增强安宁。那么您又怎么看待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对南海和平将带来怎样的危害呢？虽然美菲2国呀每年都举行联合军演，但这次的军演呢又有特殊的意义，是美日菲3边峰会以后举行的，
试图强化对中国主权伸索的限制，试图呢支持菲律宾的对南海岛礁的非法权益主张。所以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呢，多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呢，增加了规模，不仅美菲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增加，而且菲律宾海警呢首次参加演习，旨在演练如何与中国对抗。法国呢也是首次直接参加军演，派出了普越号护卫舰，澳大利亚也派员参加演习。这呢是有意把更多区外国家拉到南海问题上，试图搅局，把南海问题复杂化。其次呢，是这次军演的地点和演练科目具有双重指向性。一是针对中国的仁爱礁，在巴拉望举行模拟夺岛演习，似乎呢有夺取中非争议岛礁的意思；二是针对台湾问题，在距离台湾不到300公里的巴坦群岛演习，企图控制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呢是解放军战机战舰呢到台湾东部进入西太海域的重要航道。第三呢是美军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了中程导弹，虽然呢不参加演习，但在演习前部署，对中国台海、南海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威胁。第四是在联合军演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撕掉中非仁爱礁问题上的君子协议，试图互相护卫，激化矛盾，为演习结束后的中非持续紧张埋下了伏笔。可以看出，通过这次演习掺和南海事务的势力多了，特别是区外势力的进入，南海问题的解决呢更难了。菲律宾呢试图走出当事国双边协商的既定机制，中非南海紧张将加剧，菲方呢可能发起更大的挑衅，强行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当然了，中国会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菲律宾呢要是死磕，那对不起，中方呢将坚决地回击。据说这个仁爱礁坐滩军舰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不一定能抵抗得了今年夏季的台风袭击。也许呢，老天爷都会让坐滩军舰尽快散架，不忍心看到南海和平受到外来势力的染指。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深圳行进入最后一天。22号上午，洪秀柱一行参访了深圳比亚迪公司。参访期间，洪秀柱现场体验了新能源汽车，感慨好想要，还喊话赖清德要进口大陆新能源汽车，这样才叫释放善意。22号上午，洪秀柱一行来到深圳比亚迪公司参访，并试乘新能源汽车。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讲解人员介绍汽车内饰既可以当作储物设施，也还可以发出声音时，洪秀柱十分感兴趣，不断摸索尝试。可以波动，它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储物盒。这可以发声音的哈。对，可以弹琴。这可以弹琴。这款车型的话，这弹起来像那个原住民的那个。体验过程中，洪秀柱不停点赞，连说4声太棒了。是，太棒了！洪秀柱惊叹于大陆新能源汽车的高性价比。他表示，即便是加上关税，大陆新能源汽车进入台湾市场后也会被抢翻天。事实上，不少台湾民众认为大陆新能源汽车好用又时尚，但遗憾买不到。台当局对于大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产品，一直以各种借口阻挠入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月10号曾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好用时尚的产品设下诸多障碍，搞封杀禁用，不得民心。对此，洪秀柱在深参访时也直言民进党混蛋。我就比较说那个民党混蛋嘛，对不对？对。不是，这车都进去了。我告诉你，你的全国经济没人买全世界男人的梦啊，没有人买奔驰。真的没有人买宾士车，在台湾多贵啊！这边请。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诋毁大陆营商环境，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百般刁难。一面坐享埃克法的红利，一面对大陆2400多项产品进入台湾采取单方面限制措施，限缩打压两岸经贸及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岸正常经贸和人员往来设置诸多障碍。洪秀柱在参访时向后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喊话，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开进口限制，这样才叫释放善意。赖清德520就要宣布大陆可以进口嘛，进口这产品，尤其汽车，尤其新能源汽车进口，它就展现它对两岸未来发展的一个
善意，他不要动不动就是打压什么国产去这。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参访过程中，一辆展示车正在播放深圳卫视正午看天下前一天的报道视频，让洪秀柱一行笑开怀。像视频当中呢，就是你与深大学生互动唱马云山的姑娘啊，这段视频，还真的是，哎，你们还真的是速度好快啊！我今天来这边参观，他把我昨天演讲的画面放在上面。参访结束后，洪秀柱特意同深圳卫视记者一道，为两岸交流加油鼓劲。棒棒的城市，棒棒的运动，深台交流，加油，加油！4月20号至22号，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来到广东深圳，展开为期3天的科技人文交流之旅。参访期间，洪秀柱连连赞叹深圳的发展成就，多次感慨台湾年轻人应该来深圳多走走、多看看，要到大陆找到更多发展机遇。那么这次深圳之旅还有哪些惊喜之处？深圳卫视独家对话洪秀柱，听听他怎么说。那您这次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深圳呢？深圳真的是好久没来了，20年前来过，所以我很想说深圳变成什么样子了，也该来看看了嘛啊！就过来之后啊，真是瞠目结舌，惊艳不已哈！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真的是惊讶到不知道如何形容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居然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啊是35.5岁。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个城市人口平均35.5岁，表示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哎。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啊，我说深圳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未来的中国。我只能说非常感动，所以不虚此行啊。洪秀柱是岛内知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他也是国民党内反对台独、推动两岸交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连续多年率青年来大陆交流，他本人也多次前往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等活动。洪秀柱透露，他将在今年7月率领近200名台青前往浙江参访，并与大陆青年1对1共同生活数日，直接互动交流。洪秀柱向深圳卫视表示，来了深圳后，他还产生了全新的想法。交流结束以后，不能够这样结束就结束了哈。能不能够让这个年轻人在大陆这个环境当中啊，想到，自己未来有没有这个地方有他发展的机遇啊？有没有他喜欢的项目？他可以来这边实习呀，将来来这边就业啦。也就是说，带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来，也是开拓他的视野。我们老在台湾呢，井底之蛙啊。他不知道外面世界什么样。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目的强推去中国化历史教育，包括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等，这样的恶劣行径，在洪秀柱看来，就是为了切断台湾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令人愤恨。洪秀柱指出，两岸历史文化和血缘不可分割，无论民进党如何政治操弄，都无法改变。你谎言总会被戳破的嘛，这谎言不可能一直在欺骗每一个人嘛哈。这个年代的这年轻人呐，我觉得蛮可怜的，因为教改的关系被洗脑的结果。我们知道两岸隔离这几十年两岸确实有它分歧的不同的想法，但是你可以因为这政治的因素造成两岸的隔离，而你去否定了你自己血液里面所拥有的中华民族的血跟5000年的文化，你可以把它抛掉吗？所以为什么让小孩子能够年轻人多体验一下，多来一下，不要光讲说寻根呐，哈，就追逐了，他认主了，你让他知道事实是什么，他自然突然觉得做中国人多么骄傲。那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局势下，其实推动两岸的交流非常的不容易。那您觉得最大的困难和阻碍在哪里？台独之路，他就希望切断两岸之间的期待关系。民间的力量你是挡不住的，人民的力量你是挡不住的。
所以你说官方阻止，民间自然会自动的有所交流，脚长在自己的身上，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违没违法，违没为非作歹，是吧？所以一时的阻挠会是有，但是你无所畏惧，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台湾地区新旧领导人将在5月20号进行权力交接。后任领导人赖清德曾多次自称是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民进党继续执政，也引发岛内人士对于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担忧。洪秀柱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向民进党喊话，立即停止谋独挑衅。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其实人民要的也不多啦，安居乐业。你两岸你不要跟我没事啊去斗人家。我不是今天特别讲了，我们可不可以两岸呢多存好心，多说好话，多做好事，不要一天到晚没事去惹事。所以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啊，我们两岸的关系，我有信心会逐渐好转。重要一点，我跟我们年轻人讲，寄希望于年轻人，年轻人越好，国家越强盛，民族复兴的道路就越顺畅。值得一提的是，在洪秀柱深圳之行尾声，他还收到了深圳市台办特别为其准备的惊喜。从中间可以，对，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撕开就好。从这边撕开啊，叫盲盒。对，现在年轻人好喜欢盲盒。我们那个什么叫捷安特是吧？嗯，脚踏车好像在大陆很销售的很好，很火大哈。那今天我去看那个青年创业，他是家里也是好像做这个脚踏车还是什么，所以特别有那个有个那个像滑板的那个轮子那个，非常好。好，来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军队21号继续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造成数十人死亡。以军当天还批准了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的计划。而就在以军继续对加沙狂轰乱炸之际，美国一方面通过了军援以色列的法案，另一方面又有意敲打以色列。美国正计划对以色列国防军一支部队实施制裁，以方对此反应强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飙称，将竭尽全力抗争到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发表视频讲话称，将很快对哈马斯发动更多猛烈打击。ננחית עליו מכות נוספות וכואבות, וזה יקרה בקרוב. 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נגביר את הלחץ הצבאי והמדיני על חמאס, כי זאת הדרך היחידה לשחרר את חטופינו ולהשיג את ניצחוננו. 据以色列国防部统计，目前加沙地带武装人员还扣押着大约100名以方人员。22号，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军队服务长达38年的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哈隆·哈利瓦宣布请辞，为巴以冲突负责。深圳卫视注意到，哈利瓦是首位因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辞职的以色列高级官员。以色列呢，接下来是很有可能对拉法呢展开军事行动的。这是有这样2点原因：一呢，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已经不止一次对外表示，以色列呢一定要在拉法呢展开军事行动，谁来说都不顶用。那第2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呢是通过了对以色列进行大幅军援的法案嘛，这一下子呢就使得以色列手里边有了一大笔钱，而且呢是用于军事方面的。那这样使得以色列呢腰杆子又硬了，他要在加沙地带呢展开新的军事行动。而美国近期也有意敲打以色列。美国消息人士透露，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几天内宣布对以色列国防军一支部队实施制裁，原因是该部队在约旦河西岸侵犯人权。如果美国做出制裁决定，将是美国首次对以色列军事单位实施制裁。以色列对此反应强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誓言要为受制裁的以军部队抗争到底。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暂时内阁成员甘茨当地时间21号晚间与布林肯通话，
以色列方面称，通话目的是为了劝阻布林肯不要发布制裁，但美国国务院发布的通告中却完全回避了这一话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务院酝酿制裁已有一段时间，制裁表明美方对以军及其所谓独立司法调查系统丧失了信心。尽管传出美国将首次制裁以军部队的消息，但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边摆出努力阻止中东局势升级的姿态，一边继续推动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凸显其虚伪面目。中东当前局势是加沙冲突升级的外溢效应所致，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偏袒纵容的结果。美国这么做呢，是给国际社会看的，也就是表明呢，他不是在袒护以色列啊，以色列呢犯了很多的错，美国呢也要对他呢进行惩罚。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那这不光使得以色列呢在国际社会呢变得非常孤立，连带的使得美国现在也是处于越来越孤立的状态啊。所以呢，美国呢为了摆脱这种境地啊，他呢就要给国际社会呢一个交代嘛。美国呢这完全呢是作秀。最近一个月不断升级的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在以色列4月19号的报复后已经被踩下刹车。从伊朗、以色列到美国，各方默契地对此低调处理。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伊塔马尔·拉比诺维奇认为，以色列此次袭击可谓点到为止，既回应伊朗先前的报复性打击，又不希望陷入局势不断升级的报复循环，以一好似跳双人舞，双方均知会对方下个动作及意图。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几轮相互攻击后，伊朗和以色列目前均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以色列为什么在态度上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像之前那么张扬？其实呢，也就能够表明，以色列呢在底下可能和美国呢进行了多次的交谈，可能对这次的情况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也使得呢这次美国众议院呢最终通过了对以色列的援助嘛。